真的好看。苏无忌鼓了鼓掌，由衷地说了一句。童幽柔缓缓从刚刚的沉静状态中抽离出来，她对自己刚刚的表现也很满意。不过这时候柔姐姐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穿的着实太少了，她连忙从地上捡起浴袍穿上，系紧腰带，遮了个严严实实。苏无忌笑眯眯的说好了，连续跳1个月还我这个人情。童幽柔重重点头说道，好，哪怕不为还人情，为了找回曾经的自己，童幽柔也愿意这么做。早点休息吧，累得不轻。苏无忌笑着说道。其实在他的笑容里还有着很清晰的郑重之意。在童幽柔出门之前，苏无忌还说了一句，我得谢谢你今天晚上感受了一场视觉盛宴。童幽柔没说什么，但是眼睛里微微漾起笑意。她回到了房间，身体靠着门，闭着眼睛，深呼吸了几口，才说道，我的天，今天晚上真是太疯狂了，我真是像疯了一样。然而一道声音却在她的房间里响起，哪里疯狂了？柔姐不妨详细说说呀。居然是龙清河，他和小助理季雨诗都在房间里。这2个八卦的女人看着童幽柔香汗淋漓的样子，龙清河的心底有着一抹复杂，但也只是一闪而逝罢了。他瞬间让脸上的表情变得自然，揶揄笑道，柔姐这么累，看起来运动量不小啊。季雨诗也掩嘴娇笑，1个多小时呢，苏无忌还真是厉害，那么年轻，身体就是好。的确，也不怪他们误会，此刻童幽柔的模样确实容易让人多想。她的发丝有些凌乱地贴在脸颊，带着微微潮湿的气息，这丝毫不减她的魅力，反而增添了随性与妩媚。童幽柔的双颊因舞动后的炽热而染上了一抹娇艳的绯红，恰似娇艳的桃花，而她的眼睛里也透着满足，仿佛藏着一湾盈盈秋水。以上的所有表现都和某种事后的余韵完美重合。反正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童幽柔说道。虽然和龙清河关系极好，小助理季雨诗也不是外人，但童幽柔本能地发现自己并不想把在苏无忌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肯定就是那样了。季雨诗超开心，龙清河的俏脸居然微红。柔姐，我想听细节。童幽柔直接拽起2人推向门口，说道，我和苏无忌的关系反正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没做那种事儿。不早了，明天还得录制，快给我回去睡觉。在灵关门前，季雨诗丢下一句话，柔姐，你第一次一定得记得吃避孕药啊。童幽柔简直想骂人，她跺了跺脚，喊出了和苏无忌最喜欢的一句话，季雨诗，我扣你工资。第2天早晨5点半，苏无忌便亲自开车送龙清河去录制现场。小庞开着车，带着干活用的家伙跟在后面。他们起得很早，但路上起码花了40分钟。到了地方之后，一人化妆就得花掉1小时，再加上剧本和对台词的时间，等真正开始录制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半了。录制地点选择在了一家商场，录制了整整1天，连续拍了3期节目。龙清河光撕名牌都不知道撕了多少个了。综艺就是这样，并不是拍1期就播放1期，艺人们的时间都很难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得一口气上好几期。苏无忌在片场
等着昏昏欲睡，一整天吃了3份盒饭。时间到了晚上10点钟，商场清场关了门，只留下了节目组。岳彤宇今天没来探班，似乎在意识到自己的竞争力不如苏无忌之后，他很识趣的选择暂时退却了。小庞在开车跟到了商场之后，一整天都没露面。龙清河期间还想让苏无忌喊小庞一起吃盒饭，只不过被后者随口一句“那傻大个在吃的长多高啊”给拒绝了。龙清河也没有多想，在商场大门关闭之后，深夜撕名牌活动正式开始。导演组、摄制组、保障组，加上艺人和助理，大概有100好几十号人，但这偌大的商场仍旧显得空空荡荡。苏无忌的警惕性却已经提升到最高。深夜商场到处都是死角，丢1-2个人都很难察觉到，想要搞点事情出来实在是太容易了。龙清河已经开始去撕名牌了，不过这一期的撕名牌过程增加了一个捉迷藏的环节。这一档综艺并不是每个具体环节都有剧本，导演组特地在捉迷藏的环节让艺人们自由发挥，看看他们能够藏在什么奇葩地方。每个艺人的后面还跟着2个摄影。然而1个小时过去了，当这一部分的设置即将结束，却发现有1个艺人始终没有出现，连带着跟着他的2个摄影也都联系不上了。失踪的艺人名叫张彦杰，一直是整个节目组的搞笑担当。张彦杰，张彦杰。导演从对讲机里呼喊数次，却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同时失踪的2名摄影，一个叫张骁龙，一个叫李宽亮，而他们的身上都有对讲机，却同样无人回应。设置暂停，全部去找人。导演有点上火，喊道：来，2个人跟我一起去掉监控。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商场的1楼大厅里，哪怕灯火通明，也让人莫名有些脊背发毛。所有人都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苏无忌看了看龙清河，示意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龙清河的眼睛里透着些许疑惑，看了看苏无忌，发现后者点了点头。不会吧？龙清河慢慢瞪大了眼睛。苏无忌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说道：你的倒霉体质可能又发挥作用了。自从我认识你之后，咱们这是第几次经历危险了？龙清河倒是没有多慌乱，只是有些无奈。第4次。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次，咱俩之间可能有一种能激发危险的磁场。苏无忌笑道：那想要安全的话，咱俩只能老死不相往来了，我可不愿意。龙清河居然也笑了一下，并没有多紧张。跟着苏无忌接连遭受好几次危险，他的心理素质也算是彻底练出来了。苏无忌说道：先过了这一关吧，这一次结束之后应该能消停一段时间了。听了这话，龙清河有些意外地问道：你早就猜到了？苏无忌摇了摇头：猜到不代表能防患未然，总得撕开一个口子让对方钻进来。龙清河更意外了：所以从你答应来陪我拍综艺就开始诱敌深入了，我这2天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啊。话音落下，商场的卷帘门忽然间下落，几部电梯全部停下，大部分灯光都灭了，应急电源随之亮起。这一瞬间，惊悚的恐怖感觉已经拉满。手机没有信号了，报警电话也打不出去。人们开始低声惊呼，有几人开始去开卷帘门，
可是开关已经失效，无论用多大的劲儿去抬，大门皆是纹丝不动。我会不会死在这里？我不要，我要出去！尹琪琪不断哭喊着，情绪已经快要崩溃了。而去查看监控的导演和2个摄制组成员，到现在都还没能回来。龙清河本能的和苏无忌紧紧靠在一起，他低声问道：我们现在怎么办？苏无忌握了握他的手，别担心，有我在。龙清河也已经习惯了在危险时刻与苏无忌双手紧握了，他无意识地调整了一下手型，和身边的男人从拉手变成了十指相扣。而这时候，商场的广播声突然间响起：嗨，各位晚上好，你们很不幸被选做了人质。这声音里透着强烈的戏谑之意，说的居然还是很标准的华夏语，声调里甚至还带了一点首都口音。不过对方明显使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本来的音色是什么。现场又是一片纷乱的低呼，有几个人被吓得控制不住的哆嗦。各位，我们来做个游戏，你们都是华夏的大明星，如果你们今晚消失在这个商场，那会不会很有趣？尹琪琪哭得更大声了，有几个女性工作人员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今天晚上我要让你们处在无边的惊恐里，同样的，我也想借机告诉华夏，这里并非雇佣兵的禁地，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声音里透着玩味。好的，游戏马上开始，我来宣布一下游戏规则。第一关，全部坐在地上，谁的动作最慢，谁就会挨上一枪。开始。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坐下了，除了苏无忌，他仍旧站着，对着上方比了个中指。你快坐下呀！龙清河连忙拉着苏无忌的手，把他往下拽，着急得要命。苏无忌却对他摇了摇头，轻轻说道：不用担心。那一道声音之中的戏谑意味更强了。呵呵，你胆子很大，但我必须告诉你，违背游戏规则的结果就是抹杀。苏无忌冷笑道：躲在地沟里的老鼠有本事就站出来。我当然不会受你的激将法。那人微笑着说道：我的倒计时结束，你的生命就行将结束。3、2、1，去死吧！砰！枪声响起，下方众人吓得已经闭上了眼睛，而龙清河却已经提前站了起来，扑到了苏无忌的身上。龙清河几乎是本能的要去替苏无忌挡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根本没有思考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招来一发子弹。可是当龙清河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苏无忌仍旧是好端端的站着，甚至还面带微笑的看向自己。我没事，你也别干这种傻事。当初如果不是龙清河执意跟上车，群狼佣兵团也不可能把他一起绑架了。但也就是因为他心中的这一份正义感，才让苏无忌愿意发自内心的把他当成朋友。那商场的广播再度响起，语气里带着极为明显的惊诧之意。这怎么可能？他的话音落下，一个持枪的男人从商场顶楼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本该射杀苏无忌，可是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便已经被别人给打死了。除了1楼之外，其他楼层的灯光已经灭了，因此众人之前并未发现顶楼枪手的存在。一名摄制组成员壮着胆子凑上去看了看，喊道：我的天，是失踪的张骁龙。是的，此时摔下来的人就是陪着张彦杰一起失踪的摄制组成员。
只是他怎么拿着枪？龙清河率先反应了过来，喊道：他是内奸。众人这才明白，这个张骁龙怕是早就潜伏在节目组里了，就等着今天里应外合的创造机会呢。一瞬间，众人都感觉到脊背发凉。好端端的一个综艺节目，怎么还搞成了无间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个广播再度响起。现实的发展没有按照剧本来走，让他明显有些慌乱，失了分寸。自己本来想好好的娱乐一场，结果第一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就被打乱了阵脚，好像完全落入了下方那个男人的算计之中。苏无忌看着某个摄像头的方向，冷冷一笑，淡淡开口：华夏就是雇佣兵的禁地，北面总有人不信邪，以为内外勾结就能打破这个认知了。那个广播声再度响起，每一个字都透着狠意。好，既然这样，我就陪你玩到底。我已经记住你的长相了，我要让你永无宁日。好啊，我等你来。苏无忌面带微笑。不过你是现在刚记住我的长相，还是早就认识我了？广播那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从现在开始，这个商场，不止这个商场，整个宁海将会变成一个狩猎场。你们所有的在场者都将会受到画技精英杀手的攻击。随后对方陷入了沉默，广播也没有再响起。整个宁海都变成狩猎场。尹七七哭起来：那岂不是代表我们以后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了啊！我不要被杀手盯上了。苏无忌走到了尹琪琪的面前，抬手一巴掌：闭嘴！啪！一记清脆的耳光抽下去，尹琪琪的嘴角立刻见了血。他怯怯地看了一眼苏无忌，大哭立刻变成了小声的啜泣。龙清河问道：无忌，张燕杰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不会。苏无忌说道：已经救下来了，但我没有告诉导演组，总得迷惑一下敌人。苏无忌没有详细解释。其实这种时候，迷惑的越久，能把对方拖住的几率也就越大。已经救下来了。龙清河的眼睛里不禁闪过了惊喜的光。这个小男人似乎对任何事都胜券在握。在他的眼中，苏无忌的形象已经越发璀璨了。苏无忌整天跟在自己的身边，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了这么多的安排。而事实上，早在2天前，苏无忌就已经收到了杜卡罗组织可能要趁机动手的情报。如果这种时候还选择被动挨打，那就不是游侠暗影的风格了。之前苏无忌本以为杜卡罗会选择在泳池撕名牌的时候搞事，现在看来，夜间的商场才是最合适动手的时机。导演他们几个也没事吗？龙清河又问道。之前导演带着2个助理去监控室了，现在一直没有消息。苏无忌点点头。监控室很安全，早就被我们严密监控了。龙清河长出了一口气，心中那种强烈的安全感与依赖感又涌出来了。英磊汇报情况。苏无忌扶了扶耳机，说道：这几天的等待，为的就是包这一盘饺子。肖英磊趴在对面写字楼的19层，狙击枪早就已经架起来了。刚刚干掉张骁龙的那一发子弹，就是出自于他手里的这把枪。老板，小庞带队活捉了4个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华夏籍佣兵。肖英磊说道：已经现场进行审问了，他们都是临时受雇，并非这次事件的发起人。真正的发起人是杜卡罗组织，
而那个组织的5星猎杀者、武藤忠一以及潜伏在华夏的猎狗，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苏无忌说道：让小庞继续搜索全场，不要有任何遗漏，有几个活口就够了，多了也累赘。宁海国安重案组已经介入通讯。肖英磊说道：老板，你已经可以和他们对话了。在此次拍摄之前，苏无忌就已经和宁海国安通了气了。这是一场联合行动，让国安控制住商场周围所有道路，所有车辆和行人必须停车接受检查。苏无忌说道：这种程序化的活交给他们，非常规的事儿我们来干。肖英磊笑道：宁海国安肯定想和你兑换角色。无忌，凭什么？一道粗犷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封锁道路，检查车辆，这么枯燥的事儿怎么能让重案组来做？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苏无忌笑了笑：少哥，这次极有可能面对的是西方黑暗世界的凶徒，你就别往上冲了，不然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你那个当军区首长的老爸还不得拿我开刀啊？你就乌鸦嘴吧，你哥我每次不是冲在第一线，我能当上重案组长，从来也没靠着我爸。电话那端的叫邵永阳，现在31岁，已经是宁海国安重案1组的组长了。这个年纪便坐在这种位置上，如果不是有着强大的背景，那么就是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极丰富的经验。邵永阳偏偏两者皆有。他的父亲现任首都军区司令员，军衔上将。节目组的众人看着苏无忌指挥若定的样子，都有些难以置信，很难把他和昨天那个在泳池张扬跋扈的狂少形象结合在一起。而此时又有几个人被从3楼扔了下来，砰砰砰，几人砸在地上，身体抽搐着，鲜血从他们身下大面积散开。这些人都是被小庞丢下来的，他严格执行着苏无忌那句活口抓几个就够了，多了也累赘的命令。节目组的其他人吓得不敢出声，尹琪琪也在压抑着哭声。老板，在半小时前有2台商务车停在了商场侧门，一直没有熄火，现在正在准备离开。肖英磊说道：直接开枪错不了啊。苏无忌直接说道。于是枪声连续响起，那2台车的驾驶座玻璃全部被打碎，司机当场身亡，鲜血在车厢里溅得四面都是。苏无忌这边不止肖英磊一个狙击手，车门打开，有几个强壮的男人正抱着枪往外挤，他们都是归国佣兵，正在商场外面待命。然而这几把狙击枪又怎么会给他们活命的机会？火光接连闪烁，这些佣兵们的枪口甚至没来得及抬起来，身上便已经被打出了血窟窿。这场游戏的幕后设计者显然没预料到华夏一方早有准备，这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瓮中捉鳖。他们远远低估了宁海国安的情报掌控能力。那些利用特殊关系入境的归国佣兵，谁来谁死。与此同时，在直线距离10公里外的宁海4环酒店的一个套房里，10几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着，上面的画面正是商场里的情况，甚至苏无忌的面容都清晰可见。显然商场的各个监控摄像头已经远程连入了这里。一个看起来30大几岁的男人正坐在桌子边，在桌子上还放着一个麦克风，只要他对着麦克风说话，那么声音就会在10公里外的商场响起。这个家伙做梦也不会想到，我根本就不在商场里。
这个男人说道。但谁他妈的能给我解释解释，今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环节还没开始，整个游戏就特么的夭折了。他的表情阴鸷到了极点。本来是一场近乎于完美的猎杀游戏，最终却成了这个结果。在旁边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个干瘦的男人，这男人赤着上身，怀里还搂着一个什么都没穿的女人。他死死地盯着屏幕。哥就是这个家伙，欺负我的尹琪琪，还让白旭阳逼得我低头道歉。今天弄不死他，我真不甘心。这家伙居然是昨天在酒桌上自抽耳光的向俊良。这一场游戏，他居然也是参与者之一。这些出生在蜜罐子里的富三代们，对于很多游戏都玩腻了，快感阈值越来越高，想要满足刺激的神经就越玩越大。你给我闭嘴，早就告诉过你，少玩女明星。坐在桌边的男人没好气地说道。你非要这时候往宁海跑，别人万一怀疑到你的头上怎么办？他们哪有那么强的联想能力？向俊良冷笑着说道。那些佣兵就算是被俘虏了，也不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想要出卖咱们兄弟俩都做不到。是的，向家兄弟向俊忠和向俊良此刻都在这儿。早些年，向俊忠一直在国外负责给家族处理一些脏活，手里的佣兵杀手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次，有杜卡罗组织的协助，他们里应外合，想要联手搞一个大动静。可没想到现在，那些佣兵杀手面临着几乎团灭的结局。而这时候，他们赫然看到屏幕里的苏无忌忽然面向了摄像头。这个青年微微一笑，手从自己脖子上抹过，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他妈的，我弄死你！看着苏无忌做出了一个割喉的挑衅动作，向俊良拿起面前的茶杯，狠狠地砸在了距离他最近的一个笔记本屏幕上，屏幕直接碎裂。而坐在他大腿上的女人立刻抱住了向俊良。向少别生气，实在不行，拿我来消消火。向俊良把他的脑袋按了下去，面目狰狞地低吼道：好，就用你的嘴巴来给我好好消消火。然而老大向俊忠虽然心中震惊，却没有暴怒。他盯着屏幕里苏无忌的样子，心中莫名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以自己行事的保密程度，无论是警察还是国安，都不可能查到这边的。虽然这些电脑的把监控信号连接到了酒店的监控室，但是这都是高价请国外的超级黑客帮忙操作的，中间设置了好几道迷惑性的关卡程序。以国内官方的那些计算机高手的水平，又怎么可能顺着信号追溯到这儿？看着弟弟此刻还在和那女人乱搞，向俊忠心烦意乱。这次游戏失败，损失的钱和佣兵资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快感阈值得不到满足，反而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这比死了人还让向俊忠难受。而这时候，敲门声忽然响起，咚咚咚。在这样的夜晚，忽然响起的敲门声，让房间里的向家忠良两兄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向俊忠粗声问道。请开一下门，警察例行查房。一道女人的声音响起。这是一间套房，向家两兄弟在卧室，而客厅里还站着2个保镖。警察查房啊！向俊忠表情阴沉，心中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向俊良则是把女人的脑袋推到了一旁，骂道：这警察有病吧？以前从来没查过，非得这时候来扫兴。
那女人一边擦着口水，一边开始穿着衣服。向俊忠站起来对保镖说道：你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保镖立刻看向猫眼，门外确实站着一个穿着警服的女人，只不过她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快点开门。这女警察的语气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运忠少爷，是个女警察，好像只有一个人。这保镖低声说道。就一个人？向俊忠的眼睛里涌现出了一抹狠意。他倒是不觉得这个女警察能从这房子里查出什么来，但终归是有点凑巧了。如果这女警真的和商场里的案子有关系，那么他们不介意在这里玩一场更狠、更刺激的游戏。等2分钟再开门，先别让他进来。向俊忠说着，开始迅速把房间里的笔记本电脑收到柜子里。等他全部收拾好之后，房门才被保镖打开。一个女警察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例行查房，请配合。这警察并没有亮出证件，而是走到了客厅中央，扫了扫卧室，说道：身份证都拿出来。4男1女在房间里，其中还有一个男人赤着上身，那女人穿得这么少，脸上红晕未消，这场景任谁看到都会多想。那2个保镖掏出了身份证，女警逐一看过之后，便还给了他们。你的……他对房间里唯一的女人说道。这女人刚刚穿上贴身衣物，正在弯腰穿着开裆丝袜，还没来得及穿裤子和外套呢。这倒不是因为她动作太慢，而是那贴身的衣服太过于复杂。虽然整体布料没多少，可各种镂空的花纹和线条都得捋好了，不然穿起来拧巴。都是去请款。警官姐姐啊，我没带证件。那女人娇滴滴地说道。女警看了她一眼。那你现在出去，到楼下大厅等着，等我细细问你。这女人犹豫了一下，用眼神征求了一下向家兄弟的意见，得到同意之后，连裤子也不穿了，直接裹上薄风衣出去了。女警转向向家兄弟：该你们了，身份证都拿出来。向俊忠沉着脸，心情很糟糕。他其实很想把这警察拉过来暴打一顿，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他也掏出了身份证。女警看完了向俊忠的身份证，随后看向了仍旧赤着上身坐在沙发上的向俊良。你的证件呢？呵呵。向俊良连挪动一下屁股的意思都没有。他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眯着眼睛吐了口烟雾，笑道：警官身材真好啊，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的确，这女警的身材确实相当可以，哪怕有板正的制服在身，也挡不住那种婀娜的体态。证件拿出来。女警的声音严肃了许多。向俊良朝着床上的外套努了努下巴。警官，我的证件就在衣服口袋里面，麻烦你自己去找一下嘛。女警冷冷说道：你去拿出来。向俊忠并没有制止弟弟的嚣张行径。向俊良抽了口烟，完全没有配合的意思，色眯眯的双眼则是肆无忌惮地在对方的身上打量着，一边看一边赞叹：啧，警官小姐，你长成这个样子，当警察实在太可惜了，要不我介绍你去当模特吧，尤其是泳装模特，到时候天天穿比基尼，只穿给我一个人看。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女警已经一个箭步上来，手里的甩棍狠狠砸在了向俊良的脸上，后者被抽得倒在了沙发上，满嘴都是血。由于事发突然，那2个站在客厅里的保镖都没来得及赶过来。操你妈的，
警察就能随便打人了？向俊良恶狠狠地骂道。然而下一秒，那女警便抬起了脚，狠狠地踹在了向俊良的下巴上。咔嚓一声，向俊良的下巴居然被直接踹得脱了臼。这女警的狠辣果断，远远超出了向家兄弟的认知。然而这还不是结束，女警第二次抬起脚，狠狠踩在了向俊良的脸上。又是咔嚓一声，向俊良的鼻梁骨也被踩断了。这个嚣张少爷满脸痛苦之色，他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嘴巴都合不上了，也说不出话来了，眼泪鼻涕鼻血一起涌出来。你在干什么？你这身警服还想不想穿了？向俊忠吼道。那2名保镖也终于冲到了卧室。这就是不配合调查的后果。女警冷冷说道。你刚刚那句话在威胁我，你们越是这样，我越是怀疑这个房间里有猫腻。说话间，他还敲了敲自己胸前的执法记录仪，冷笑不已。我这里的视频都是实时记录的，你放眼要偷我警服，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大的能量。随后他走到了衣柜面前，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向俊忠的眼睛里涌现出了狠辣之意，因为在这衣柜里放着10几台笔记本，只要柜门被打开，一切都得露馅。警官，我们错了。向俊忠立刻转换了态度，拿起了弟弟的外套。我现在就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晚了。女警说着，直接拉开了柜子门。怎么有这么多笔记本？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然而这时候，向俊忠眼里的狠辣终于积累到了极限。他一挥手，2个保镖立刻朝着这个女警扑了过来。2个强壮男人，一个女警，双方的战斗力似乎完全不成比例。看起来，那保镖一拳头就能打爆这女警的脑袋。然而那女警察却忽然一矮身，躲过了这一记重拳。随后她猛然转身，手里的甩棍狠狠砸在了对方的胳膊肘上。这个保镖的胳膊肘当即被砸得骨裂。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个防守动作，那女警的甩棍便已经狠狠抽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颅骨的骨裂声清晰地传进了向俊忠的耳朵。这动作实在是太快了，那保镖连一招都没撑过去，直接一脑袋栽在了地上。人类头骨最薄的一片，就是位于太阳穴皮下，这儿挨了甩棍的重重一击，极有可能会丧了命。而这女警的动作不停，一个漂亮的翻身，一脚狠狠抽在了另一名保镖的脸上。她那看似娇柔的体型，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冲击力。这保镖的身体被抽得飞起，完全失去了重心，脑袋狠狠撞在了墙壁上，他也昏死过去了。向俊忠看着此景，眉头狠狠皱着。你是警察，警察能有你这么好的身手？女警摇了摇头，声音淡淡。我不是警察，警察的身手可比我好多了。向俊忠忍不住的打了个冷颤。你不是警察，那你来干什么？这是恶意伤人。他往卧室门前退了一步。对呀，我就是来恶意伤人的。这女警语带嘲讽的说道。现在才看出来，未免太迟钝了点。这时候，满脸鲜血的向俊良从沙发上爬起来，他刚想从后方偷袭，可是那女警根本没转身，甩棍便狠狠砸在了他的裤裆位置。这一下可是能砸裂颅骨的，男人身上某个最脆弱的地方，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攻击？
恐怖的剧痛从裤裆蔓延全身，向俊良直接晕死了过去。老大向俊忠觉得遍体生寒。你用这样的暴力手段对付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这女警冷笑着，我知道你是谁啊，向俊忠，首都向家大少爷，今年34岁，在国外替某些大人物干了好几年脏活。他如果说不知道，向俊忠感觉事情还有转机，可是对方竟然一口叫破了他的名字，说出了他的经历，这可不是从身份证上能知道的信息。向俊忠的脸都白了，冷汗大滴大滴的滴落而下，他只觉得自己双腿发软，连逃跑都没力气。你到底想干什么？向俊忠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女警往前一步，摘下了口罩，露出了一张千娇百媚的俏脸。她冷冷说道：向俊忠，你曾经参与7次女人贩卖案件，亲自囚禁过6个女人，银月已经判你死刑，我来执行。1个小时之后，许家嫣走出了房间。她已经把女警的制服反着穿，没有戴帽子，长发也塞在了衣领里，看起来就像是换成了短发。这警服反过来穿，居然是一套白色的西装。这西装表面的布料洁白无瑕，完全看不出背面沾了血点子。那个只穿着外套的女人仍旧坐在楼下大厅的沙发上等着，不过她已经睡着了，也许是由于之前在房间里被向俊良消耗了太多的体力。显然这个女人根本没想到许家嫣并不是真正的警察。许家嫣走了1公里，到了一处小巷子里，才上了一台停在这儿的老款大众宝来。随后他开着车前往了碧康养老院。亲爱的老板，全部搞定了。许家嫣说道。他确实学聪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提前跟苏无忌通了气。我不是你老板。苏无忌说道。搞定了就回去歇歇吧。那你呢？不来找我吗？我们不如做点爱做的事情，来庆祝这一仗的胜利。许家嫣说道。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3句不发骚就会死吗？许家嫣很郑重地回答。会死。苏无忌呵呵一笑。什么死法？许家嫣。养死的。他是真的被这女人给打败了。你小心点，还有不止1个猎狗没落网。苏无忌说道。之前杜卡罗组织启用了潜伏在华夏本土的猎杀者来对付官职，现在此人还没有动静。这个5星猎杀者在下一次对白旭阳动手之前，一定会先找上自己的。而这次的钓鱼行动没能第一时间就把武藤中一调出来，着实有些太可惜了。这个家伙的狡猾程度超出想象。我巴不得那个猎狗抓紧来找我。许家嫣轻笑。亲爱的，你可是给我找了一个好地方，我现在都不想离开养老院了。那你就到养老院当医生好了，还免得大老远的天天去慈惠医院上班。苏无忌随口说道。那我岂不是被你包养了？许家嫣说道。你想当我的主人？苏无忌在这方面着实不是许家嫣的对手。他咳嗽了一声。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先不要洗澡。许家嫣的声音里都透着娇媚。主人喜欢原味的。苏无忌。我是怕猎狗盯上了你，趁你洗澡时动手，所以你最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状态。许家嫣笑嘻嘻的。还是主人说的对，如果要引猎狗出来，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了。苏无忌一听他这么说，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某种真相。你是不是特地留了鱼膏？许家嫣轻笑道。当然，我要是隐藏得太好，杜卡罗的猎狗们找不到我怎么办呢？苏无忌呵呵一笑。
女人太聪明也不行情。许家烟说道。人家都说胸大无脑，我到底聪不聪明，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苏无忌，你长了2个大脑子。此时节目组都在宁海国安办公区，所有目击此事的人员全部接受谈话，签署保密协议。闹了这么一大场之后，这综艺已经不可能再录得下去，全靠后期剪辑了。艺人们受到的视觉冲击实在太强，怕是得停工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接受心理辅导。而经过此事后，龙清河也算是再度应验了他的倒霉体质。在调查期间，童悠柔一直陪在龙清河的身边，生怕自己的好姐妹出现什么心理问题。可没想到龙清河的状态却出奇的好，不仅看不出半点害怕，甚至从他的眼睛里居然还能找到意犹未尽的感觉。死了那么多人，你不害怕？童悠柔难以置信地问道。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这激战画面，可光是想想那些画面，都觉得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上百人被当成了人质，枪声接连响起，大活人一个接着一个被从楼上丢下来。这么让人惊悚的画面，龙清河居然还想再多来几次。童悠柔明白，这位正当红的主持人已经被苏无忌带的彻底偏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了。当时有点紧张，但是现在事后反而觉得没什么。龙清河说道。好像正常生活才是平淡无味。清河，你不能总处于危险之中。童悠柔面色复杂地说道。龙清河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笑眯眯地说道。可我和苏无忌之间就是有这样的磁场，一碰面就出事，火花四溅。童悠柔没好气地说道。听起来你还很得意，什么火花四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在形容什么事儿呢。龙清河脸上的笑容更浓郁了。对不起，跟柔姐不能比，你昨天晚上才是真正的火花四溅。龙清河压低了声音。对了，你今天走路的时候，那里不疼吧？哪里？童悠柔知道自己就算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了，更何况他一共也没几张。龙清河，我再强调一遍，我没有跟你抢男人。童悠柔忍不住地说道。谁抢谁的男人了？这时候一道声音从车外传来。苏无忌打完了电话，一屁股坐上来。童悠柔瞬间蔫了。调查完了早点回去，累了困了。苏无忌系好安全带，顺手拍了一下龙清河的纤腰，转过去让我养养眼。龙清河又和上次一样，顺势就转了过去。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这一次他没有半路停下。于是那完美的腰线和臀线便清楚地展现在苏无忌的眼前。那腰肢就像是随风摇曳的杨柳枝，柔软而坚韧，而最翘的那个位置润圆满饱，还有很强的紧实感。真不错哎。苏无忌笑眯眯地评价了一句。龙清河微微红着脸，隔了几秒钟才转过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问了一句，和柔姐的比呢？童悠柔万万没想到龙清河竟然飙出了这么一句来，他立刻喊道，和我比什么比呀？龙清河信不信我？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苏无忌很认真地评价了一句，柔姐的也挺好看的，又翘又白，很有味道。谁说32岁老了？其实这正是最美妙的年纪啊。
苏无忌这么一形容，龙清河和季雨师同时发出了八卦的惊呼，童幽柔则是彻底败下阵来，俏脸滚烫。苏无忌，你慎言！他恼火地喊了一声。柔姐不禁回想起昨天钻进苏无忌被窝里的情形了。当时这个男人的手从下巴滑到了锁骨，让童幽柔的心中充满了紧张。那种酥酥又麻麻的触感也由苏无忌的指尖传遍他的全身。然后他就跳了10支舞，跳得香汗淋漓，身上的2件衣服都被浸透了。可是当童幽柔回去洗澡时，才发现浸透了某件衣服的不只是汗水。等回到了酒店，童幽柔洗了个澡，然后径直到了苏无忌的房间里。他并没有打怵，反而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有所期待。今天晚上还要跳10支舞吗？苏无忌问道。童幽柔抿了抿嘴，都听你的。就凭着麦克斯韦集团的代言，1万支舞蹈也不够等价交换的。今天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外套，外套里面则是热裤和紧身背心。这种年轻活力的装扮是平日里的童总不会选择的。苏无忌摆了个舒服的姿态，说道：好，开始跳吧。童幽柔并没有立刻开始，而是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你到底是什么人？苏无忌说道。你觉得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童幽柔忽然说道。跳完之后，我想出去走走，和你一起，可以吗？苏无忌。有暧昧关系的男女才会在晚上一起散步。我都主动钻进你的被窝了，算不算暧昧了？童幽柔眉头微皱，直视着苏无忌的眼睛。这句话要是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我多少还相信一些，但柔姐你是个女强人。苏无忌微微一笑。虽然女强人也有柔软的一面，但这绝对不可能是你的真实目的。好吧。童幽柔无奈，只能说道：我想试一试，是不是只有你和清河在一起才会遇到危险？他对苏无忌的试探还没有停止。苏无忌乐了。你非要这么好奇也行，但得答应我出门之后一切全听我的，先跳舞跳完再说。好，今天全听你的。童幽柔说道。苏无忌指了指他的衣服，先把外套脱了呀。而就在苏无忌欣赏童幽柔动人舞姿的时候，许家烟也回到了碧康养老院。在他那个小楼的院子里，有一个白衣女人正静静等着他，正是陆天星。皎洁的月色洒在他的身上，透出了一股超脱岁月的宁静。老师，您一直在等我吗？许家烟问道。陆天星看了看许家烟，声音淡淡道：身上有点味道，去把衣服换了，然后练2小时的刀。显然他已经猜出许家烟出去做什么了，在此地一直等着，就是怕他出什么意外。许家烟感受到了师傅的外冷内热，不禁有些感动。他揉了一下微微潮湿的眼角，随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老师。他吸了吸鼻子。而这个时候，那个被许家烟赶到酒店大厅的女人，已经被一个身穿代驾服装的男人带到了酒店的监控室。监控室里的保安已经全部被打晕了。这个代驾难得个头不高，留着平头，皮肤黝黑，长着一张大众脸。而在大屏幕上，则是同时有着几个画面截图，分别是女警进入向俊良房间，白西装女子走出大堂等画面。以官职不留痕迹的风格，监控居然没被破坏，这本身就是一件反常规的事情。那风衣女人有些惊恐。你们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项少的人？你的项少已经死了。这待嫁男指着屏幕里的许家嫣。你认不认得他？项少死了。那女人哆哆嗦嗦指着屏幕。这个女警察干的。待嫁男看向了坐在角落里的西装男人，微笑着说道：银月杀手又被挖出来一个，感谢雷蒙情报局，和你们合作可真愉快。这西装男人站起来笑道：那就让我们去干掉他，狠狠打一次游侠阿影的脸。苏无忌的房间里，童幽柔跳完了舞，面色红润，俏脸之上布着细密的汗珠。其实女人并不只是在洗白白之后才是迷人的，在运动之后的气味同样拥有着无穷的吸引力。现在的童幽柔便是如此，她的个头高挑，天天练舞，体态本来就极好，配上此刻的性感味道，似乎浑身上下都在发着光。苏无忌看了两眼，觉得有些不淡定，丢给他一条毛巾，擦擦汗，出去走走。好。童幽柔深深吸着气，走到卫生间，开始把背心掀起来，擦着前胸后背的汗珠。整个房间白光满满。童幽柔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抱有不小的期待，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能遇到危险的枪战。他轻轻自语。这一刻，童幽柔意识到，不仅龙清河的生活重心被改变了，自己同样被带得偏离了轨道。两人下了楼，在门口随手拦了一台出租车。上车之后，苏无忌说道：师傅，你就围着宁海随便转转，开1个小时。这出租车司机笑道：嘿，这大半夜的，小年轻有点情调啊。苏无忌微笑道：我朋友没看过夜里的宁海，特地带他看一看。童幽柔没吭声。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正是宁海最宁静的时候，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童幽柔总觉得苏无忌答应和自己出来，应该不是无的放矢。司机说道：小伙子，你这女朋友长得可是够漂亮的，跟个明星似的，就是表情有点严肃，看起来脾气不太好。师傅，你这样评价别人很不合适。童幽柔还没说完，身体便是猛一紧绷，因为苏无忌顺手搂住了她的腰。哈哈一笑，苏无忌说道：呵呵，脾气好的女人多了去了，我就喜欢脾气不好的。不得不说，这腰的手感真是好。光是从那舞蹈动作中，苏无忌就能看出来，童幽柔的腰肢柔韧性简直绝了。这要是在某些特定时候，是不是能解锁出一些高难度动作？苏小处觉得自己不能再想下去了。最近自己的脑海里总是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这些想法来，有时候感觉都快要被抱走的欲望给憋炸了，也不知道这小处之身是不是快要被冲破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两人，又问了一句：姐弟恋？童幽柔的眉头皱起来：你不觉得你这么说很没礼貌吗？这一刻，他的女强人气场又释放出来。司机讪讪一笑：不好意思，我这人说话太直，能看出来你比这小伙子年纪大一些，但丝毫不影响你是个大美女。苏无忌笑道：师傅，这你就不懂了，姐姐才有味道。这司机笑了起来：我哪里不懂，我现在就喜欢40岁往上的，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岁数，看到20多岁的小姑娘都没感觉。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还是您审美水平高啊。童幽柔瞪了他一眼，皱着眉头道：你先把手松开。苏无忌就是没松手。
你说过的出来前听我的。童优柔闭上了嘴巴。那出租车司机又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听话的姐姐更有味道。童优柔扭头看向苏无忌，声音清冷：我跟你出来，不是被你搂腰调侃的。苏无忌面带微笑：可你想想，和你昨天晚上主动钻我被窝的行为相比，现在搂搂腰又算得了什么？童优柔想反驳，可偏偏是实话，越听越劲爆。司机露出了八卦的眼光，他巴不得这一对年轻男女在后座的动作尺度更大一点。然而苏无忌可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童优柔也没有再讲话。等车子围绕三环路绕了大半圈之后，这司机的手机响了起来。为谁呀？司机直接打开了免提。大半夜的，除了网约车客户，一般不会有人打他的电话。张化宇出租车司机，车牌号宁 B89643，驾龄17年，离异8年，有一个女儿，在东明中学读高2。我说的没错吧？电话那端的声音很低沉，而且明显使用了变声器。这变声有种惊悚片的感觉，出租车司机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多信息？童优柔看了苏无忌一眼，眉头皱得更深。直觉告诉他，当这一通深夜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危险已经来了。自己还真是求人得人。苏无忌轻轻点了点头，贴着童优柔纤腰的手臂搂得更紧了，感觉到从苏无忌手掌之上散发出来的温热，童优柔心中的紧张感莫名消散了一些。在华夏想做这些事情，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入侵到警方的系统里就好了。那道低沉的声音再度响起：张华宇，你的女儿在我手上，如果想要保证她的安全，你接下来所有的行为必须按我要求的去做，明白吗？这个张华宇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那边便响起了一个女孩的声音：爸爸救我，爸爸救我。这声音带着哭腔，让之前还和苏无忌打趣的司机一下子飙出泪来。我女儿好端端的在家睡觉，你为什么要绑架她？她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弄死你。司机歇斯底里地吼道，他的情绪已经明显有些失控了。此时距离苏无忌和童优柔上车已经过去了40多分钟了。这是童优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绑架案，她身上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腰后冒生了一股凉气，瞬间遍布整个后背。照我说的做，你女儿肯定没有事。现在把坐在你车上的这一男一女送到明海医药中专的南郊校区。是不是把他们送到了，我的女儿就安全了？司机问道。是的。司机又问道。可是南郊校区已经废弃了，最近就要拆迁，去那里做什么？你的问话太多了，这样会让我失去耐心的。哼哼。这话音尚未落下，电话那端便响起了一声惨叫。童优柔的呼吸一顿，本能地抓住了苏无忌的手。不知道此人用什么手段折磨了那个女孩，在惨叫过后，那女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混蛋，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司机吼道。他的心紧绷到极点，连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没什么，我只是把一根牙签塞进了他的指甲缝里而已。那一道变声再度响起。混蛋！司机大骂道。苏无忌淡淡开口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盯上了我？童优柔虽然心中很紧张，但一直在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拿出手机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苏无忌看到了他的这个动作，摇了摇头，示意他把电话挂断。我为什么盯上了你？苏无忌，你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了我的好几次计划。为了防止你再搞出什么变数，我决定先除掉你。苏无忌摇头笑了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可以选择跳车，可以选择不去南郊的医药中专，但是那样的话，这个小姑娘可能会很惨。这道声音说道。她长得挺漂亮，个头也够高，是我喜欢的类型。一听这话，司机立刻慌张地喊道：她不会跳车，我会把她送到地方，求求你不要动我女儿。说话间，他还连续按了好几次锁车门的按键，似乎想把苏无忌和童幽柔锁在里面。苏无忌摇了摇头：师傅别担心，你女儿一定会安全的。你给我闭嘴！如果不是受到了你的牵连，我女儿又怎么会被绑架？这司机扭头对苏无忌吼道。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我很抱歉，我会救下她。童幽柔看着苏无忌的侧脸，她发现此刻苏无忌的认真模样和平时口嗨的样子大相径庭。司机吼道：好！哈哈哈，我太满意了。电话那端笑了起来。他随后说道：苏无忌，到时候如果我让这司机掐死你，否则就不放了他女儿，你猜他会不会听话呢？苏无忌的声音冷冷：这和其他人无关，你要针对的只是我一个人。可你如果不是带了个女人一起出来，我今天还不会对你动手呢。对了，这个女人也一定要到现场来，不然这司机的女儿同样得死。电话说完便挂断了。童幽柔听了，表情稍微有点复杂。她这下真是成了诱饵了。柔姐，谢谢你了。苏无忌说道：你谢我干什么？我不成为你的累赘就好了。童幽柔倒是很拎得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出来之前你特地强调让我一切都听你的了。苏无忌说道：柔姐很懂事。童幽柔摇了摇头，问道：对方的手段这么强，我们为什么不报警呢？苏无忌的眼睛里释放出了凛然的光。警察在反而放不开手脚。而就在这台出租车一路驶向医药中专的废弃校区之时，两台黑色轿车也开到了碧康养老院的门口。保安室里，4个保安正在打掼蛋，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